大家好，我是邱平，我还在辽宁沈阳。昨天我们去看了沈阳故宫，今天呢是来沈阳看另外一处必打卡的地方，叫做张学良旧居，也是张作霖当年居住过的。本地人呢都称之为大帅府，一座大帅府，半部民国史嘛。在上个世纪早期，在这里发生了很多震惊中外的事件。现在我们准备去参观了，走在这边发现很多以前的建筑都是差不多100来年。张学良的旧居就在前面。这座大帅府肯定最先是张作霖建造的，他居住了。后面呢，张学良也居住了。这个张学良旧居就是这个大帅府，是建于上个世纪1914年。张作霖呢是1916年住进来的。整体这个面积还是非常庞大的，里面呢有中式建筑，也有西式建筑。到了里面我们全部都能看得到。现在我们准备去买门票了。它这里的票是分为好几种的，单如果参观张学良旧居的门票是18块钱。不过呢，在旁边还有其他的景点，你像赵一荻故居，还有金融博物馆，这个是一个套票的。我就主要直接来看看这一座旧居了，其他就不看了，所以就买了一个18块钱的门票，不算是很贵呀，算是比较便宜了。在旧居前面有广场，有一组雕像，张学良将军1901年6月3日到2001年10月15日，100岁老人呢。这一块就是他们家的院墙了。这里以前应该算是造壁，在当时绝对是有东西在上面的，但是现在都没有了。整体这个张学良的旧居里面的很多物品肯定是后面加上去的，因为原版的里面的很多宝贝都是在9·18事变之后被日本人洗劫一空。他当时里面是宝贝很多的。在这门口有2只狮子。最早的时候，这个旧居门口是没有狮子，是当时有一个大学前面的，后面就把它迁移到这里来了。这个大概是迁移过来没几年。走了，进去。同样是比较多人因为来沈阳故宫和张学良旧居大帅府是必来的。我刚刚在外面看到停满了那种旅游大巴，一进来就看到一个导览图，基本上每个景区都有我们现在是在这一块位置，整体看是非常大的。它这里的建筑有中式的，也有欧式的。你像这个3进院落，就是我们所常的传统建筑。那个大青楼呢是后面修的。一开始他们可能张家是住在这里，后面呢是住在大青楼。像上个世纪发生的张学良下令枪毙杨雨婷，就是在大青楼里面的老虎厅，里面有假山，有花园，这边还有红楼，有关帝庙，整体这个是非常大嘛。它的面积呢差不多达到了沈阳故宫的1半以上，所以当时这里呢尽管是称之为大帅府，那么张作霖整体来讲就把它当作是一个皇宫一样的。果然是造币刚刚在外面就看到了。让他们先走吧，我们在这里等一等，因为现在人太多了。这个应该算是张家的正式大门。在这个大门前面有一辆汽车，这个是非常具有时代意义它是我国第1辆国产汽车，民生牌75型载货汽车，是问世于1931年5月31日，在当时辽宁排气炮厂。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能够确定，东北在那个时候就是重工业基地了。这个车现在我们看到的肯定是复制品了，原本呢是在9·18事变之后被日本人弄走了。不光是这辆车弄走了，整个大帅府的财产、家具基本上都被他弄走了。现在人稍微少一点了。在这个大门前面还有一个不一样的石头，这是上马石这比我们在其他大院看到的上马石高一点。这主要是由于据说张作霖身高比较矮，他如果要坐车骑马的话，就要走得比较高才能上去，据说是这样的，不知道真假。那这一块呢就是张府的大门，张学良旧居也是故居。现在进去，现在人相对来说少一点了。在第一个过洞这里呢是当时的门卫室，这个很好理解了。进来呢就是一个传统的大院，
三进四合院是张作霖早期办公生活的地方，前面2个院落呢是他的办公场所，最后一个院落呢是他的居住生活场所，就遵循了一个前朝后秦的布局嘛。来到这个里面，明显的感觉它整个建筑的档次不一样，是一种传统王府的气派。它这个地方离沈阳故宫其实很近的，我们就200-300米。张作霖当时把他的那个宅地放到这个地方，也是讲究的。沈阳故宫嘛，是清朝的那个皇宫，清朝呢又统治了几百年。那么张作霖呢，他也有这种想法，他想把东北一直在他统治之下。那么可能就觉得这个地方是我们说的所谓风水很好嘛，就在这里建造他所需要的宅邸、府邸。明显的可以看到，这些都是青砖红瓦，很是气派。在这个屋顶上面还有兽纹，这就是我们刚刚看的大门，当时的门卫室、传达室都是在这一块。这是以前的账房，这个很好理解了。这个地方当时在帅府是非常重要的。当时张家他的款项每天进出是非常大的。这里有一组蜡像，应该就是账房，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财务经理，他基本上是要差不多统管整个张家的财务。旁边的房间这组蜡像呢，就是会计以及出纳，这是当时在给家里的那些佣人发工资的场景。去对面看一看，那边是承启室，也可以我们说的转达室。前来拜访的人员，他是要来这里登记的。在旁边还能看到一辆马车，这是当时张作霖的儿女去上学乘坐的车辆。在这里呢，也可以称之为保安登记室吧。所有来拜访的人员先在这里登记。你看，有一个记事本，登记之后，他要拿给旁边的处长审核，审核通过了，才由这2个卫兵带到第2进院落去见张作霖或者是张学良。现在去第2进院落看一看，那边里面呢是张作霖办公的地方。这门前呢也有抱骨石，有些狮子，这些明显看得出来是新的，老的呢也是被日本人弄走了。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俗称的仪门，已经介绍过很多次了，平时都是不开的。进入到2进院落，明显就感觉不一样了，档次比刚才第1进院落高了很多。那么这里呢，其实相当于就是张作霖那个办公、接待重要客人以及他接见下属的地方，因为3进院落是他生活的地方嘛。那么如果按照前朝后秦的布局，这一块呢是张作霖那个上朝的地方，这边是办公室，来看一看。张作霖当时呢就是在这里办公。我们现在看到这里是古色古香，对不对？那么在当时呢肯定是更豪华、更奢侈，只不过呢里面东西后面全部被搬走了。日本人呢其实有时候很过分，他不光把这里的搬走了，把东北很多地方的都搬走了。过了办公室就来到了第3进院落，这一块呢是他们家族当时生活的地方。他们早期是生活在这里啊，后面呢就搬到旁边那栋楼了。反正我现在看到是非常精美，等一下我们近距离看嘛，那个是大帅府的一个标志性建筑，也算是一个网红建筑吧。那这一块呢，两边就是他们那些夫人居住的，包括张学良和于凤至也是在这边住过。这个四合院明显就比大了许多吧。我们现在看到是有玻璃，这边廊柱，不知道以前有没有啊。而且整体你看这种建筑布局，就是一种王府气派、王府形式的。这一个帅府有好几处张学良居住的地方，这一块呢可能是他早期结婚住在这里，张学良和于凤至。张学良呢是作为张作霖的长子，从小呢就培养他。张作霖他自己没有什么文化呀，学识不高，他从小呢就对他的子女啊非常重视，特别是张学良，因为张学良是张作霖相当于是嫡长子嘛，在以前长子加上又是嫡长子的话，
基本上就是继承家业的。张作霖呢，一直也是如此，把他当做继承人来培养。这里面的布局整体是非常大的，中间相当于是客厅，两边呢是房间，一边应该是书房，另外一边呢是卧室。大家看到没有？东北到处都能看到炕，因为在以前，炕的话是非常保暖，跟现在不一样。这里面当时也摆满了很多贵重的家具。这里应该就是当时张学良和于凤至生活的地方。张学良大家非常熟悉，我们就不用过多的介绍。于凤至还是得介绍一下的。他是1897年出生，吉林人。16岁的时候和张学良结婚，也就是说，当时大帅府刚建成的时候，他们就结婚了。于凤至这个人非常聪明，从小呢有经商头脑，要不然张作霖也不会选他作为儿媳妇。早期可以说是非常幸福，晚年呢比较悲惨。他当时从小呢就生活比较富裕，和张学良结婚之后也算是夫妻感情非常好。悲惨的时候开始就是张学良认识了赵氏小姐，后面算是就等于把于凤至抛弃了一样。在1940年，于凤至呢因病去美国就医，并负责教育子女。1964年呢和张学良解除了婚姻关系。在当时呢，他在美国经商，赚取了很多钱财。在1990年的时候，在洛杉矶去世，享年93岁。他去世之前呢，还说把他所有的财产送给张学良，并且呢，要求在墓地呢空出一块，他想与张学良合葬。结果是没有想到，张学良仍然没有回心转意。在2001年去世的时候，他是和赵氏小姐一起埋葬在美国的夏威夷。可以说，于凤至晚年还是比较悲惨的，很孤独。他一生爱着张学良，可是从1940年到1990年，50年，两个人都没有再见面。可以说，张学良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于凤至。他曾经这样说：“生平无憾事，为负心上人。”他一辈子都对不起他的原配夫人于凤至。按照资料记载，张学良后面呢还去了于凤至的墓前祭奠，当时还痛哭了。很多影视剧，包括很多人说到张学良的感情的问题，大多是感慨赵氏小姐的敢爱敢恨，也是说张学良和赵氏小姐两个人感情很好。但是谁又知道于凤至这个一生呢？他为张家为张学良奉献了一生，最后又得到什么呢？继续往前走，旁边这些是张作霖的夫人居住，这一块是二夫人，旁边还有个四夫人。五夫人不住在这里啊，五夫人应该是张作霖最受宠的一个夫人，是有单独的一座房子的。而张作霖的原配，他去世的比较早，当时这座房屋还没建好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所以他没有住过。这一块是四夫人的房间，这个里面感觉有点不一样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重新修缮粉刷过了，它是带点新式风格。四夫人呢是姓许，她是河北一个农村铁匠之家出生的，从小呢遭变故，父亲呢很早就去世了，他母亲带着他闯关东，来到了东北。某一天呢，他去村里面井边打水，被骑马的张作霖看见了，发现是一个美女，于是呢就求亲。这样的话，她就嫁给了张作霖。她总共为张作霖是生下了2个儿子2个女儿。从小呢对小孩比较严格要求，不过后面他和张作霖有点闹翻了一样的，就不受宠了。最后呢也是去了美国居住。现在我们去后面看一看，这里一个假山连接着他的老宅与新宅，应该这么说。在这一块还有后花园呢，你看环境是不是很美啊？真的是跟王府一样的。我们往这边转一转，看到没有？这里呢就有一栋非常精美的建筑，过去。这个是整个大帅府标志性建筑啊，是仿罗马建筑风格的。这就是非常有名的大青楼。
是上个世纪1922年建成，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看起来是不是跟新的一样啊？如果不说年份的话，大家可能感觉就是近10几20年建造的。这一座楼呢是生活和办公一体的，建成之后，张作霖呢就从刚才我们看的那个四合院搬到这一块来居住以及办公了。从22年到28年，张作霖呢都是在这里办公，也就是说，当时东北以及国内很多事件呢都是在这里相当于决定的。大青楼是建筑面积2460平米，地上3层，地下1层，是当时沈阳最高建筑之一，和故宫凤凰楼是最高的建筑。为什么叫大青楼呢？大家说到青楼是不是那个妓院？其实不是啊，青楼最早的话是属于豪门的简称。那这里叫大青楼，主要是这边全是用青砖建成的，100多年的青砖呢，所以称之为大青楼。准备进去看了，一般1楼就是接待的、办公的，2楼或者3楼就是卧室，基本上都是这么布局的。你像张作霖和张学良当时都在这里居住，特别是张作霖去世之后，这一块呢就算是张学良的。我们现在第一个来到的地方就是一个宴会厅，在当时张作霖也好，张学良也好，都在这个地方吃过饭。2个功能啊，一个呢是宴请客人，另外呢一个就是张家自己如果碰到一些喜事的话，可能全家都会在这里吃饭。你像这个桌子是圆的，他们是希望家里团团圆圆。这个大青楼包括整个大帅府，其实是张作霖居住的时间比较长，张学良呢居住的少。你像在张作霖去世之前，张学良呢主要是在外面带兵，后面张作霖去世之后，到918那个时候差不多3年，张学良呢很大一部分呢也是住在天津，从而说整个这个大帅府张学良居住的时间不是太多。冬天的话，他们是靠这个壁炉取暖的。这个我们在其他地方看一些欧式风格的建筑都是有壁炉的，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建的房屋呢，已经有所改变了。前面就是老虎厅，相信大家也听过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叫老虎厅呢？是当时张作霖的一个结拜兄弟送了2只老虎标本给张作霖，他非常喜欢，放在这里就称之为老虎厅。而让这个地方闻名天下、震惊天下的，就是在1929年，张学良枪决了杨雨婷和常英怀，就是在这间房屋里面。所以说，这里被人们熟知。这里呢，也是叫做羊肠事件，是1929年1月10日，张学良以阻挠新政、破坏统一为名，下令将杨雨婷和常英怀枪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呢？杨雨婷在张作霖生前是非常受到张作霖的器重，后面张作霖去世之后，杨雨婷包括常英怀，可能很多人不服张学良，经常呢也不听张学良的。到了1929年1月10日的下午，杨雨婷他们2个人来到帅府老虎厅求见张学良，要求成立东北铁路督办署，并且呢让常英怀为督办，并且说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商量好了，你签个字就行。张学良当时是怒火中烧，不过呢他忍住了，就是说现在天色已晚，我们吃完饭再商量。杨常2个人呢就说饭就不吃了，我们等一下再过来。他们2个人走之后，张学良呢就立即叫他的警务处处长过来说，我要准备把他们2个人枪决，你做好准备。在这个时候呢，张学良其实还没有完全下定决心，他就去楼上找他老婆于凤至商量。于凤至听到呢也是非常生气，那么这样的事情是大事，2个人呢也没有完全决定。于是呢张学良就说，我们抛硬币决定吧，如果是反面就决定要枪决他们，如果是正面的话就忍一忍。结果他们抛了3次都是反面，后面据说又加了1次还是反面。那这样的话就使得张学良下定决心。在2个小时之后，杨常2个人来到老虎厅，随即呢张学良的卫士长就进来了，直接就把杨雨婷他们2个人枪决了。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杨常事件。当时
第二天张学良向全世界公布的时候，人们都傻眼了。不过呢，张学良也没有赶尽杀绝，他只是把这2个人枪决了，对他们家里呢没有动什么手脚，并且呢送上晚年，给了抚恤金等等。这件事情在很多人眼里都在说，这不能完全怪张学良，主要呢是杨宇霆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欺负张学良年轻。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一个办公室，据说这里是张作霖当时在大帅府大青楼的办公室。我们现在看起来都有一点低调的奢华感觉，那么在当时肯定是完全不一样，更奢华的。可以说里面用的这些家具全部是珍贵材料。现在这些好多我在网上看资料说是有一些人捐赠的，也算是一些珍贵的物品吧。在办公室旁边应该是张作霖的休息室，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床比较短，据说呢张作霖身高差不多只有1.6米嘛，那么他睡觉的床呢就专门设计了不大。这里呢没有标示到底是不是他的那个房间，我们就姑且是认为他的吧，因为要不然不会弄这么小的床。去2楼看一看，那边是张学良和于凤至的卧室，这边是他们的起居室和卧室，走进去看看，感觉真的是有点不一样啊。当时他们吃饭聊天可能就在这里，他们决定枪决杨常2人也是在这一块，中间有一个盒子，那一块呢是硬币，我们刚才说的。这块硬币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呢？是在9·18事变之后，日本人呢在这个大帅府里面有个保险箱，他们以为里面有什么宝贝，结果把保险箱一弄开，发现里面只有一块硬币。后面这个硬币的故事是根据张学良他回忆才确定有这个事情的。那么最里面是卧室，我们从其他门过去看看，明显的这一块卧室比起居室小了很多，在以前卧室一般都不会弄得太大的，这个我们也解释过很多次了，主要是长期的关系。张学良和于凤至当时就睡在这里，由于他们呢都受过一点西方教育，他们的很多东西啊都跟传统的有点不一样。这个张学良旧居是如此，像天津的张学良旧居同样也是如此。天津那个是张学良和赵氏小姐的，赵氏小姐在这一块肯定是进不来的，于凤至也不会同意让她住进大帅府。在这边还有个房间，展示了张学良晚年生活的一些场景照片，这都是张学良去美国之后在那边拍的照，主要呢是他和赵氏小姐的一些合影。反正很多人都会说张学良和赵氏小姐的感情，他们的爱情故事，很少有人去提及于凤至，确实有很多人替于凤至不值啊。大青楼我们就差不多看完了，整体来讲，大青楼也好，整个大帅府也好，当时建造的是真的非常豪华奢华，可以说这才是真正的豪宅。这里不光是豪宅，也见证了很多历史，甚至说这里还见证了一些改变历史的事件。刚刚我也只是简单介绍了一下在这里最负盛名的杨常事件，其实张作霖也好，张学良也好，大家都非常熟悉，关于他们的一生经历，大家呢也都非常熟悉，也能查得到，我们就不细说。在大青楼不远处呢，这一座是叫做小青楼，是张作霖的5夫人居住，也是张作霖最宠爱的一个夫人。最关键的是1928年黄姑屯事件之后，张作霖身受重伤，送回大少府，就是送到这里。随后呢，留下遗言，说让张学良回来继承他的位置，之后就去世了。也就是说，这栋楼呢，也是一个重大事件的见证。这个5夫人也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厉害的人物。那这个大帅府我们就看完了，出去看一看赵氏小姐居住的地方在哪里。这里就是赵氏小姐居住的一栋小别墅。赵氏小姐和张学良的事情发生之后，纸是包不住火的，最后还是被于凤至知道了，特别是张学良把她带回了东北。当然了，张学良是不敢把她带回家的，于凤至肯定也不会让她带回家的。
由于呢，于凤至确实是非常爱张学良，他也知道张学良可能确实比较喜欢于凤至，于是呢，他就做出妥协。他说：“你可以带他回来，但是呢，不能让他住在家里。我可以呢，在家里外面给他修一栋房子。那么这个就是赵氏小姐这栋房屋的由来。在这里也看得出来，于凤至为了张学良，真的可以舍弃一切，真的是爱到骨子里面了。那整个大帅府到这里我们就差不多看完了，大家觉得是不是非常震撼？是不是让人大开眼界啊？在当时有这么大的房屋，确实是了不起啊。不过最可惜的就是整个大帅府里面的那财宝财产，在918之后都被日本人弄走了，被日本人洗劫一空。那这个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再见。